深夜，男人发现客栈老板娘正在烙饼，扑面而来的香气让男人再也招架不住，拿起一个就吃了起来。吃过饼后，他还要吃美人，哪知下一秒他竟变成了头大黄牛。传闻黄牛很有灵性，代表了力量与财富。祝愿大家都能财源滚滚，牛气冲天。那么，为何一个健壮的青年会突然之间变成一头牲畜呢？原来这一切都是客栈老板娘的阴谋。话说唐朝年间，有3个姐妹开了家黑店，她们会用自己的精血来滋养一种邪恶的韭菜。那韭菜的生长速度十分惊人，仅只需几秒就能长出一大捆。接着，她们再将韭菜全都做成韭菜盒子，诱惑过路的男客人们吃下，随后再和他们进行深入交流。当他们感到兴奋时，就会瞬间变成黄牛，然后姐妹3人再将这些黄牛带到市场上卖，以此赚得盆满钵满。花大娘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。要你多管哪门子闲事？当心呐，中招打雁，别叫雁捉了眼呐。这天，一批军队住进了他们的店里，姐妹3人可高兴坏了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，这些男人可都是值钱的大黄牛。其他士兵倒是好应付，就是为首的将军是警惕的主。晚上，大姐给将军端来洗脚水，本想借此色诱将军，不料将军不吃这套，他只好自讨没趣的离开了。可底下的士兵们却早就按耐不住了。俗话说，从军3年，老母猪都赛貂蝉，更何况这3个老板娘个个都是美若天仙。2个士兵在吃过韭菜盒子后，全都拜倒在美人的石榴裙下，最终也都变成了温顺的大黄牛。次日一早，将军在点名时发现少了2人，殊不知此时的他们早已被卖到了市场。晌午，3姐妹拿出昨夜做的韭菜盒子招待其余的士兵们，只有将军对这韭菜盒子产生怀疑，因为第一天夜里他就透过窗户纸看见3人用精血滋养韭菜，他觉得这东西肯定有古怪。到了晚上，那些被欲望冲昏头的士兵在快活过后，全都一个个变成了黄牛。而这一幕也恰好被隔壁的将军看见，他这才明白这是家黑店。将军知道这一切都是韭菜盒子搞的鬼，于是他心生一计，跑到市场上买了些一样的韭菜盒子，然后趁着3姐妹不注意，偷偷跟桌子上的调换，他再把有问题的拿出来，故意说外面卖的要比他们做的好吃。3姐妹不信，便决定亲口尝一尝。照我们的差远了啊！就这样，3人吃下了自己做的孽。到了晚上，将军派了2个心腹去收拾另外2个，自己则亲自上阵对付老大。我还以为你是圣人，假正经。最终，3人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，成功让3姐妹变成了3头大母牛。最终，他们也沦落同样的下场，被将军给卖到了市场。等待他们的将是永无止境的劳碌，然后再被人们吃进肚子里。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。